如果有一种病毒，致死率可能高达 75%， 没有疫苗，没有特效药，比新冠病毒还要致命，甚至还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，你敢相信吗？听起来像电影情节，但它真实存在，而且已经造成多国疫情，它的名字叫做利百病毒 Nipah virus。 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它的世界，揭开这种高致死率病毒的秘密。时间回到1998年，马来西亚的霹雳州、森美兰州和雪兰莪州相继出现养猪户和工人陆续发病，他们起初只是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，没多久却出现脑炎、抽搐，甚至陷入昏迷。当地卫生单位一开始误以为是日本脑炎，于是投入大规模灭蚊、施打疫苗等措施，但疫情丝毫没有改善，反而持续扩大，直到最后才确认，这根本不是日本脑炎，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兴病毒——利百病毒。错误的判断让防疫方向完全走偏，最终导致数百人感染，109人死亡，并带来超过 4.5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这场惨痛教训清楚告诉我们，面对新兴传染病，如果一开始诊断错误，整个防疫体系都可能崩盘。那么，病毒是怎么跑出来的？研究发现，背后和环境有关。1997至1998年间发生了圣婴现象，引发印尼大火，严重的霾害破坏了果蝠的栖息地，果蝠没东西吃，只能飞到养猪场附近觅食，唾液、尿液、粪便污染了猪只饲料，病毒就这样从蝙蝠传到猪，再由猪传给人。这就是所谓的 One Health 概念，意思是人类健康、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，如果环境出了问题，就可能连带引发动物疾病，最后威胁到人类本身。利百病毒的爆发就是这个关系最典型的例子。到了2001年，病毒在孟加拉国再次掀起风暴，这次的传播路径更可怕，因为出现了人传人。当地居民习惯喝枣树汁，但收集的容器往往直接暴露在户外，蝙蝠在树上舔食、排尿，导致汁液被污染，喝下去的人就中标了，而且患者的家属、医护人员在照顾病人时也因此被传染。马来西亚的疫情主要是猪传人，但孟加拉的疫情则演变成蝙蝠传食物传人，甚至人传人。这个转折显示病毒在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传播途径，威胁更上层楼。从那之后，孟加拉几乎每年都爆发利百病毒疫情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死亡率从 40% 到 75% 不等，比新冠、SARS 甚至部分伊波拉疫情还高。它危险的地方在于潜伏期和症状，潜伏期一般4到14天，少数甚至可以长达45天。初期症状和感冒、流感一样，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，很容易被误判，但在短短1到2天内，可能急转直下，出现脑炎、意识混乱、抽搐，甚至昏迷。重症患者还会有呼吸窘迫、肺炎，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。这种快速恶化加上没有特效药，使得死亡率居高不下，幸存者也常留有神经后遗症，例如癫痫或人格改变。那么医检师怎么检验利百病毒呢？目前主要方法有4种。第一， RT-PCR 可以在血液、咽喉拭子、脑脊髓液中检测病毒 RNA， 准确快速。第二， ELISA 抗体检测，侦测 IgM、IgG， 帮助判断急性感染或既往感染。第三，免疫荧光或免疫组织化学，直接找病毒抗原。第四，病毒分离培养，但必须在 BSL-4等级实验室，因为风险极高。台湾疾管署已经具备 RT-PCR 的检测能力，一旦有疑似病例，可以第一时间确认。至于治疗，目前还没有专属药物，主要依靠支持性疗法，维持呼吸、补液、控制癫痫、降低脑压。部分研究曾尝试使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，但效果仍有争议。近年来，单株抗体疗法在动物实验中展现潜力，还有疫苗研发正在进行，但距离真正应用在人类还需要时间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没有现成解方，但科学界并不是束手无策，而是积极寻找突破口。那么，防护上要注意什么？医院需要严格隔离病患，照护人员要穿戴完整防护装备，包括 N95 口罩、防护衣、护目镜、双层手套。患者过世后，遗体处理也必须严格遵守规范，因为病毒仍可能存在。全程密封，避免接触，并进行火化或安全掩埋，
是必要的程序。目前利百病毒主要分布在孟加拉、印度、马来西亚，近日南韩已经将它列为1级传染病，属于最高等级的警戒，台湾疾管署则持续监测，并评估境内感染风险偏低。为什么会有差异？因为南韩和南亚往来频繁，超前部署有其必要，而台湾的本地蝙蝠种类不同，飞行范围有限，加上台湾养猪业高度现代化，减少了猪只和野生蝙蝠接触的可能性，再加上禁止自疫区进口猪只，所以风险评估较低，但这并不代表零风险，我们依然需要持续警戒。利百病毒1998年在马来西亚爆发，当时误诊为日本脑炎，防疫方向出错，代价惨重。它的天然宿主是果蝠，传播途径从猪到人，蝙蝠污染食物到人，再到人传人，疫情控制困难，潜伏期可长达45天，早期症状像感冒，但可能迅速恶化成脑炎或呼吸衰竭，死亡率高达4到7成5，没有疫苗，也没有特效药，只能支持性治疗，但科学家正研发单株抗体与疫苗，未来可能带来突破。南韩已将它列为1级传染病，台湾风险低，但仍需警戒。它虽还未大流行，但危险性极高，比新冠还致命，这不是电影，而是真实威胁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这支影片，并订阅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会持续用医检师的视角，带你认识更多隐藏在生活里的病原与检验知识。记得，了解比恐惧更有力量。我们下次见。